大家好，我是王大刀。我从小开始，我就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，我很谨慎。我小时候一个人走在街上，我就会看后面有没有人在跟着我。如果感觉后面有人在跟着我，我就会走很快，对吧？大家都会走很快。如果我发现他也走得很快，我不想让他觉得我害怕了，我就会我从小到大老是遇到一些变态，有时候我都想是不是我的问题，我就问我朋友，我说你有没有遇到过变态？他想了一下，他说今年还没有。我就想起很早之前我遇到的一个，是在大学的时候，大学有一年，我一个人走在学校外面的步行街上，有一个60、70岁的老头骑着80年代的自行车朝我骑过来，他的头特别的秃。当时建设银行的蓝光和建设银行旁边卖衣服的红光打在他的头上，随着他的移动，我以为有辆警车开过来了。他开始慢慢的逼近我，当我们两个只有半米的时候，他开始以我为圆心，开始骑车画圆。我当时一边往前走，一边发消息给我朋友，我说有个死变态以我为现在骑车画圆。但是他画得太圆了，我全程看不到他的侧脸和后脑勺，他的正脸死死地对着我，我是一个移动的圆心，但是他画的每一个圆的半径都保持一致。我当时觉得他骑了个派。就这么绕了几圈之后，他终于说话了，他当时死死地盯着我的那里，他说看看。朋友们不要担心，我没有给他看的。我当时想看看，他的用词也太精简，他的语气也太傲慢了。他没有用询问语气，可不可以看看？他也没有用主语，我可不可以看看？美爱看看？他只用了2个字就让我的情绪这么复杂。我不可能表现出害怕或者是惶恐，让他觉得他骚扰到我了。他得逞了，而且我要比他更精简，更精简。所以当时他说看看，我说啊。他以为我耳背，他又说看看，我说啊。他说看看，我说啊。他说看看，我说啊。他说看看，我说啊。我俩阿卡贝拉。就这么几个回合之后，他可能觉得他今天看不了了，他就骑着车走了，消失在暮色当中。那个时候我的腿已经吓得就是腿发软嘛，我一个人就走回学校。然后朋友问我，他说王大刀这么多年你是怎么化解这个变态老头对你的影响的？我想说没有什么影响啊。他说那你现在为什么在骑车画圆？我现在就是有时候一个人在路边等人什么，就会骑车画圆。你知道我现在想起我19岁的时候遇到这个老头变态，我真的觉得他当时走的有点太轻松了，他全程连车都没有下过。我想如果我现在穿越回10年前，我再遇到他，我不可能让他走得那么轻松了。假设我再遇到他，他又骑着自行车开始以我圆心，开始骑车画圆，盯着我说看看，期待着我的害怕和惶恐。我就现在又看你俩懵了对吧？老头也是，就是毫无逻辑。然后我直接上动作，我直接起舞，他也不骑车了，他把车停下来看着我，他没有见过我这样的女人，他害怕了，他觉得我有病，他就骑着车仓皇逃离现场。我看他没有任何的回馈，我就眉飞色舞的追上去。
然后我开始以他为圆心，我 circle 他。然后我会笑着跟他说：“我说 The show must go on。”你知道我是19岁的时候遇到的这个变态，我现在29岁了，10年了，我经常想起他，我时常觉得我没有真正的战胜这个老头，因为我无论如何我都没有办法回到19岁，真正的给他一枪或者给他一个巴掌之类的。但是我朋友说对我10年了，他应该已经死了。我想我会去到他的坟头看看他。看看他在他的坟头，我旋转跳跃，他闭着眼，然后我会长久地凝视着他的坟头，然后我会问他，我说还看吗？谢谢大家，我是王大刀。王大刀的索票倒计时，再次掌声。哦，我是唯一没拍的。那个 It's okay, it's okay。感谢理解啊。那个上一轮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他是最惊艳的选手之一，是，而且他的风格也是高度个人化的那种。其实从上一场开始，就是你那个表演更像是一个舞台剧的独角戏，而不是像我们传统上所理解的脱口秀。但是我觉得脱口秀的形式是不拘一格的，就你尝试把一个青少年时代遭遇的一个阴影，然后心里一直没有过去，但是你用这么奇怪有点精神病的方式演绎了一遍，它是很触及心灵的一种很深刻的一个表演。我没拍的唯一原因就是感觉喜剧的密度，对，梗的密度不够。我今天听大刀的前半段的时候，我其实笑得挺厉害的，然后但是听到后半段的时候，我就笑容就收起来了，因为我听这个故事，我更多的感受，听完之后，我觉得我想给你一个拥抱，当然，我觉得这个拥抱其实不仅仅是我想给你的，我觉得也许也是你给我的。我猜测，也许是因为我们对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保护好自己是有懊恼的。对，我记得那个时候网暴最厉害的时候，然后也有很好事的媒体跑来问我说你怎么看待，然后他就是直接当着你的面去说出那个你不愿意听到的东西。我说我跟你的反应，其实你在讲你说的话是是因为你不希望对方看出了你的害怕和惶恐。所以我好像在保持一种体面，我在说，那可能就是一种娱乐吧。但是在事隔多年，我对我自己非常的懊恼。我在想，丽水你在说什么？你居然说这是一个娱乐？没有人会网暴不是娱乐好吗？你怎么可以在那个时候你这样去说？我觉得你对自己极其的差。所以在他19岁到29岁这个过程当中，他永远会想到这个老头的脸，然后觉得说他为什么会有后面发疯的那一段，要 circle 他，要报复他，要什么？是因为他总是想，如果我可以回到当时，我也许可以处理得更好，我也许有更勇敢的，或者我更能保护我自己的一种方式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心情，但是我当时在听到你的段子的时候，我已经感受到你肯定29岁的你肯定是比19岁的你要更加 strong 了，所以我觉得你也给了我很多的力量。谢谢。就是我觉得当时可能回击的，就我觉得我的反应还挺好的，我自己觉得，但是我可能就是想狠狠的弄他，就是我就是想狠狠的弄他，因为就是我受够了这种突如其来的没有办法及时取证的东西，让我挺愤怒的。这是一段非常特别的脱口秀表演，就是我平常比如说我觉得一个好，就是我笑特别开心，这段是我看完以后，我现在心跳比我平常快很多很多。你全程把我置于一种类似于纪录片式的压迫里边，它完全是纪录片，
而且是那种街头所有的那种摄像头的那种没有任何删减的、没有任何滤镜的纪录片，一镜到底，一镜到底，那个压迫感太强了。但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脱口秀素材，就有那么好的表达，你帮助很多女孩说出我们可能想说不敢说的话，那你就欠缺有一个点，这个点我现在找不到，我觉得你一定能够想到，怎么样在压力最强的时候，我们已经难受到不行的时候，你让我们释放出那个全部的恐惧、愤怒和这么多年想说没有说的话，然后那时候一定是全场是炸掉的，我觉得就缺这一个。但除此之外，我就认为这是个非常棒的，但是很不同的一个表演。谢谢李云老师。我非常非常喜欢大刀，让大家知道女演员在台上真的可以表达任何自己想说的话题。而且大刀今天很酷的一点是，他只讲自己被骚扰的这一件事。他说他走夜路就会莫名其妙回头看看后面有没有人，这是每一个女人的共性，很勇敢。我觉得一方面情感层面，我在心里还是想狠狠地弄那个老头。我现在不知道他在哪儿干嘛，也不知道他对多少个人说了看看那句话。因为他实际上说的看看后面是有省略一些部位的名称的，是更直接。我有遇到过，我也有过，有小时候吧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当时我也被性骚扰。之前我被性骚扰是报过一次警的，就是村子里的一个男人，然后去我家做客，然后那时候很小，然后他就把我放在他腿上，然后就摸胸部，我感觉到那个行为是不舒适的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。我其实是从幼儿园里面退学的，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到那种突然跑过来的老头，抱着我亲，捏我的屁屁，每天都哭着回家，也是因为这样才给我剃了一个寸头。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在公交车上就被一个人袭胸了，当时第一反应是，人家拉那个手环，他在我左边，我以为人家没拉紧。最近一次碰到这样的人，是用了一个很新的方式，是隔空投送，在地铁上，他传送了一张他的下半身的裸体照片。我当时在地铁上，我就感觉后面有人蹭我，那一刻就知道了为什么网上说你别人动你就打他呀，你喊他呀，做不到。那一刻我僵住了，是害怕，是不敢动，是完全不敢动，是等下一站我直接就跑出去了，我根本不敢回头看那个人是谁。我刚开始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出现的，是朋友的朋友，他就一直骚扰我，我把他拉黑了，他又换电话骚扰我，然后最后还发一些很恶心的图片那种，然后我就报警了。但是其实当时最伤我的其实是我那个朋友，他就觉得是好像就是我的问题，是我给了他暗示或者机会什么的，但其实完全不是啊，就是那种二次伤害比这个事件本身对我的伤害大得多得多。其实之前我被性骚扰是报过一次警的，然后在一个女性朋友的鼓励下，她让我报警。我当时是非常犹豫的，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最开始还是会觉得自己哪里有问题，以及这个事情是小事吗？值得去报警吗？而且那个结尾我也很喜欢。有一部电影叫《杀人回忆》，拍这部电影的时候，那个凶手还没抓到，当时导演就让那个办案的主角就是盯着镜头长久的凝视，其实就是在凝视那个凶手，因为他想到那个凶手可能也会买票来看这部电影，我想长久的凝视他。然后我又问他，我说还看吗？为什么追我？你不是在追我啊，是我在追你。你怎么穿成这样？谁让我说了牡蛎包的梗？懂了，那演吧。为什么追我？因为1点的美团闪购到了。
不管在哪儿，美团闪购追着也要30分钟送达。美团闪购30分钟，好货到手。天哪，我们为什么要接这样的商务啊？你接我能理解，但我是为什么呀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在大刀的表演之后，他得到的票数是不是能够让他直接晋级？请看。需要开启对方的抢麦模式，盾组开启抢麦。按照我们的规则，因为盾组没有人抢麦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启动我们的有缘箱。抓球球喽！这更紧张，这更紧张了。来，大刀，你就直接抽就好了。除了你，我们现场谁都能看到你抽的是谁。太好了，太热闹不行，事儿大。来，大刀，大家不给反应啊，完全就是靠缘分。都还行，都还行。哎，又扔了。随便来一个，怎么这跟年会似的呢？啊，谁呀？谁呀？志胜，来吧，志胜啊！来吧！哥哥，好看了，好看了！下面要出场的这位演员在娱乐圈真是进进出出，但是今天他的选择是返璞归乡，掌声欢迎徐志胜。两个人怎么那么开心啊？他俩玩得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胜。还是得讲脱口秀呀。这但凡在外边观众有这种欢呼和掌声，我只会好奇，我说这后边又是谁出来了？比回到脱口秀更让我开心的就是我过年回到我们村里。今年过年也不知道是谁把我们全家的视频传网上去了，因为我长得很像我爷爷、我爸和我哥。然后网友就说我全家共用一张脸，说在视频里看到了我的一生。就是我爸现在出门都经常被人说，哎，你长得好像徐志胜呀。确实过年的时候有很多人去我家里拍照，还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天天去。就你们见过60、70岁的私生饭吗？就他们真的跟年轻的私生饭还是很不一样的，就他们真的有可能在你家里吃饭呀。而且他们是看着我从小长大的，那我在他们眼里那都算养成系艺人，知道吗？手里全是我的黑历史，在那一遍遍的说呀，说志胜，你还记得你当时偷谁家玉米吗？你还记得你当时打碎谁家玻璃吗？我说你还记得咱去年讲过一次了吗？然后我村里现在特别关注我的信息，但他们有时候也看不太懂。之前有段时间网上说我是那个理想型男友嘛，我也不知道在我们村里咋传的，后来就传成了说我在外边交了好多女朋友。我奶奶都着急了，给我打电话说咱徐家可不出这种人，你赶紧都给他们断了。我说奶奶，你把村里的网断了就行。然后我们山东过年还要挨家挨户去磕头，因为以前啊会摆着一些老人的照片，过去老人照片会给老人磕头，但现在也不摆照片了，都开始放电视了。就是我还在那磕着呢，他已经把电视打开放我的脱口秀了，还在那哎，这是你吧？是你吧？那么关键是我的脱口秀视频里边不光有我，他还会切别人的镜头。就你们给张绍刚磕过头吗？就我咣3个头磕完，张老师在那说感谢志胜带来的精彩表演。还有人带着孩子去的，在那说赶紧让大明星抱抱，让大明星抱抱。这以前都不让我抱呀。
因为他们说谁爆多了就容易长得像谁。就我以前还生气呢，现在明白了，不是不爆，时候未到。哦，我们老师还带着学生去那参观我，给学生说你看这个哥哥，就是因为好好学习，才能讲上脱口秀的。那是我觉得脱口秀最正面的一次。他在那给我要签名，我都急了，我说我小时候模仿我爸的签名，你也不要呀。但孩子很开心，回去之后还找到了毕业照，然后发了个朋友圈说爱图。我赶紧给他评论，我说老师，你发的这张毕业照是我哥的。最离谱的是啥呢？还有人去我家里给我表演节目，一个在抖音上唱歌的大哥去我家里给我唱了一首好汉歌，然后要拜我为师。我说大哥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只是刘欢乐在人间，但我真的不是刘欢呀。他还在那里问我说能不能带他上春晚，我说实不相瞒，为师现在也上不去了。他们山东过年还经常会喝酒，而且如果你们去过山东，你会发现山东最擅长的都不是喝酒，是劝酒，那全是道德绑架呀。我现在去，我只要说，我说今天不喝酒了，他说行，你现在大明星了，哪能给我们喝酒呀？我说那就喝一杯行不行？他说行，你现在大明星能给我们喝一杯，就已经是瞧得起我们了。有时候我还被拉着去陪酒，你知道吗？关键是我也不会劝酒，我就只能在那我说你是不是瞧不起我这个大明星？好吧，讲这里，我是我们村的大明星徐志胜。徐志胜的索票倒计时。好，谢谢大家，送给志胜。我觉得今天这个表演非常的爱，非常喜欢。谢谢大老师。我希望就是有什么就来什么，不用想那么多，是不是？这也是我今年想明白最重要的一个道理，就是好好笑，好好笑。因为就是做快乐的自己，前提是勇敢做自己嘛，就是把自个儿讲出来就行。我希望你越来越勇敢，越来越快乐，好吧？哎，来了。谢谢大老师，谢谢志胜，我特别同意大老师的，就是咱们就讲咱们的生活，对，然后就把生活是认真的挖掘一下，这事儿其实挺有价值的。对呀，对，那就是哇，这就是最终的价值，对不对？太对了，张老师不枉我给你磕过头呀！得，太棒了啊！他的功力是这样的，他在他最差的时候也能瞬间给我们带入一个欢乐的氛围里，这就是功力。就像有一些超级乐队，他们一张唱片搞砸了以后，也是强于90%多的花乐队啊。所以志胜那没有，志胜肯定是这个级别的，而且所有这么多选手，也有一些私交很好的，但无论哪个人在他表现不是最佳的时候，我不拍灯，都或多或少有些心理负担。只有志胜我不拍灯是毫无心理负担的，这是基于深层的信任和尊重。今年过年我们村就切您的镜头在那磕。对，最后的这一段话又进行了非常成功的道德绑架。没事，来，春春，我想先问你一个私人问题，就是因为今天志胜分享的是成了名之后回老家的故事。对，就你当时成了名之后回老家，是不是也有盛况？我不光是在老家有盛况啊，走哪儿去？徐玉春本身就是盛况，对因为我的比赛是在长沙，所以就是他们就觉得跟自家人一样的。比如说我在机场，有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在廊桥，我碰到一对阿姨，然后他们完全没有觉得你是什么歌手是什么，他们觉得你就是我身边的一个小孩儿，然后他们就会跑过来，然后就是摸你的脸，然后说。君，你好白啊，川说你好白啊，感觉非常家人一样的一种感受。是的。就志胜可能自己完成了那个心理的那段就是心路历程，对，就不纠结不痛苦了，就尽情享受这个舞台。然后刚那段我就觉得，其实如果别人讲话，我不知道会是怎样的呈现，但刚才反正我们笑得非常开心。而且还有一个，其实如果谁在台上，一个明星在台上讲我回家省亲那感觉，其实会有一点点微妙的怪。
但是智胜一讲，你就会觉得格外的真诚。对，那个处理不好很容易讨厌。是的，对他就格外的真诚。还有一点，对他变得特别好，就是他以前容易调起得很高，然后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。大叫驴嘛。对。脱口秀会不会好，我是不知道，我是越来越好了呀。脱口秀再不好呀，我可能离不开脱口秀的离开。大叫驴嘛。哎，但现在这个没有了。你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训练吗？智胜？没有，因为去年其实说实话比较纠结的一件事是，在台上的心理包袱还是挺大的。但今年因为我今年心理包袱就很小，就是想在这个舞台上能给观众，因为我那个给观众的卡上也说的，这个夏天又见面了，所以我就想着，既然是见面，那就高高兴兴的见面嘛，那就不要观众看到你身上带着包袱站在那个台上。我觉得任何的包袱都不应该在这个台上跟观众分享，就应该只分享快乐就好了。好，谢谢智胜。来，在智胜的表演之后，大刀重新回到舞台。哎呀，咱俩这个缘分呀，太吓人了。我就感觉我要戳到你，是吧？过去吧。好，现在2个人的比值分别是，我怎么了？俩人怎么了？徐志胜267进入到下一轮。